好，我现在要经过热舞社教学甩头发。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智仁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，如果还没订阅的话可以订阅一下，如果还没追踪 IG 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。今天我要剪一个脸很小的刘海给大家看。如果你是颧骨比较高，或觉得自己脸比较圆，还是就是你知道，总之你想要变小脸的人，你都可以看这一集的刘海要怎么剪。看了可能也会自己剪，好啦，看了应该也会自己剪，你就看我怎么帮他剪。然后我们今天发型也会做一个改变，就是稍微短一点的头发。然后他说要变得比较韩系一点，对不对？往韩系的那条路走，但是脸要小。对。要小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一开始觉得他脸已经很小了，但是他有说你是哪里？颧骨。对。他觉得他的颧骨比较高，我觉得这是很多女生的困扰。那因为他刚刚原本想要剪那种妹妹头，就是比较厚的那种。我觉得比较厚的妹妹头其实很容易让颧骨看起来变得再大一点点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剪那种有一点点空气又不要太空气的空气刘海，会觉得脸比较小。因为如果刘海我们剪比较空气，它会有点八字感，它就渐渐的就可以压在颧骨的这个地方，我觉得脸会比较小。你是有短过的人吗？有一点点。一点点什么意思？就可能到这里。这里。对。哦，很多人会怕剪短脸会变大，可是其实你的脸真正大不大、小不小的关键就是你的刘海。我刚才跟他说，他染色头发看起来很会跳舞，因为在上一支影片我们就是帮他重新换了这个发色，然后他就说他真的会跳舞，然后我说这是一个那种女团发色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是韩国女团的发色。那剪刘海之后就不能这样了。也可以啦。也可以吗？你说有刘海也有哦，对耶 ，Lisa 也是哈，也是有刘海还是跳舞，所以你是跳那种很认真会这样子的吗？有啊。真的哦，那你等一下甩一下。一般我会把头发放在前面剪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要它跟我的视觉是成一个正确的位置，就是起码它在一个大概的范围内，就是剪到我想要的长度。如果你是想要脸变小的，你现在还不能给我离开这个影片，因为我刘海还没剪。你一定要把影片，你知道，很用心的看到后面，你才会知道哦，原来就是这样，脸变很小。最近还蛮流行中长发的，而且是稍微有一点点层次的中长发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蛮可以尝试看看的，就不要是真的过度厚重的中长发。我现在要先剪刘海，因为如果刘海没有剪出来的话，我对其他没有想法。我要先剪一个脸很小的刘海。如果你是想要脸比较小的刘海的话，我会建议长度都是渐渐的变长，就是从中间最短，然后慢慢的延伸，然后到颧骨的地方。一般来说，我剪刘海的时候，我会先剪最中间，然后要好好学哦。它是时尚系的，所以会学美发。如果你想要脸小，你要先找到你的山根，因为山根是一张脸的最中心点，五官都是往这里聚集的嘛。化妆啊，不管怎样，都是往五官最中间的地方聚集，所以最中间的地方你要先决定出来，它可以是最短的。为什么山根这里要最短？是因为渐长的效果，第一你也会让鼻子看起来比较挺，因为它有渐渐延伸。那渐长你也可以让头发包覆成一个脸型吧，我们等于在做一个新的脸型给它，所以最中心点是蛮重要的。我们这一个基准线要做出来，通常找到上面会分好一个小三角窄长的线，我会蛮建议这一撮都不要剪太多，就是你下手不要太狠。长度的话也是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还会上发卷，所以可以先剪到比较靠近山根。大家就是点剪的方式就好。那如果你是自己剪头发的话，你也可以直直的这样剪，因为你直直的剪的话，比较不会有那种一个痕迹在。觉得有点长再剪，不要一口气就剪到你心目中最想要的样子。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就会跟这里落差很大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用这里渐渐的把它剪到旁边。那我自己觉得刘海要多宽，取决于你的脸要多小。就是有些人想要脸很小，他就会真的窄一点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大家很容易忽略，就是这个地方最好是剪完之后你要有一个想象，它要么要有弯度，要么要有层次，它必须要让眼尾露出来。因为很多人就是在剪刘海的时候，你不觉得很多人会这样遮吗？可是它遮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，如果你的真的遮在这里，你的眼尾就遮住了。可是如果你眼尾遮在这里的话，大家想一下哦，如果剪在这个地方压住眼尾的话，眼睛会变小。可是其实眼睛应该要变大的所以通常我们剪这个时候，我等一下就会剪一点层次，让头发是这样往后跑，因为你往后跑，眼睛才会是露出来的。我觉得很刻意的遮脸，反而会把五官的优点遮掉，所以我会蛮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过遮。
遮的是脸型啊，但是你不要去遮到你的五官嘛。我现在先不管刘海了，因为它这一区额头比较高一点，你会觉得这里有一个角吗？就是这个地方，我觉得我自己偏爱会用夹子夹住，就是先把它整个夹起来，我看它的轮廓线之后，就是用勾勒的方式，就剪一点，你知道夹鬓角跟夹胎毛，因为这个会让脸小很多。为什么剪这个地方脸会变小，并不是因为遮。大家知道化妆修容有时候会修额头，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有阴影的话，脸会比较小。那我们今天这个做法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就在这里的地方剪一些小阴影给它。像塞耳后的话，这里就会自带一种阴影感。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变小脸的人，一定要记得里面的细节，你一定要剪到。我通常在吹干之后呢，我就会开始去分配它整个脸型的比例。我觉得大家剪完头发的时候，尤其是你的刘海，你先吹干，你可以先左右稍微拨一下，不要一直习惯把它往前梳，因为我们的刘海其实不会一直在前面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先稍微移动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哪一些长度可以再调整。你就要渐渐的把这个最中心点，然后慢慢的变长的感觉，然后到旁边就会有一个这样子，渐渐的变长。因为你只有渐渐的变长，脸才会真的是被修饰到的感觉。我比较不会建议那种剪2大块再遮，因为那个会看起来稍微比较不自然一点点。那上面的阴影感，如果你觉得不够强烈的话，你就可以再加码。OK， 因为他刚才在问我说，剪这样的刘海会不会很油？我觉得现在冬天还好，但是如果它是夏天的话，我觉得的确比较容易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刘海反而出油之后，你就是把它往旁边拨，就会感觉还蛮不错的。我会觉得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丑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难驾驭吧。然后像这样往前梳，这个就是我说的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往前梳之后，如果遮住眼睛这样，我就会比较觉得要拨动一下，你不要往眼睛的地方遮，然后拨过去之后，把太多的再剪掉。如果你是自己剪刘海的，你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眼球的位置，就是你眼尾啊。很多人会问说，要脸变小，就是这里要多宽？其实不是太阳穴，也不是哪里，就是你的眼尾，然后掉下来的时候，刚好在跟你眼尾差可能0.5公分，你就会脸很小，眼睛又很漂亮。这件事很重要，因为很多设计师不一定会在乎这个地方，就像我们现在剪这里一样，你看它掉过来刚好在眼尾的旁边，可能0.5到1公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脸比较小以外，这个地方又可以看到漂亮的眼睛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剪一点点层次。我想要这个头发可以是律动多一点点，保留一定的厚度啦，但还是有一点点线条感，脸也会变小。就是如果你是剪比较韩系刘海的，你一定要注重刘海的宽度连接的部分。那你头发很多的话，我会觉得如果剪比较厚的刘海，缺点会比较多，你会觉得前面一直都很厚，然后变化也比较少。当前面都很厚的时候，你五官露出来比较少，相对妆容感就没那么强烈。所以如果你有化妆习惯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像还不够美，或者是你知道差一点点东西，因为前面的视觉的分量太多，把妆都吃掉了。想要剪短又不敢剪太短的人，今年就是可以剪这些长度了。而且我觉得今年这个长度有一个很大的关键，就是不一定要把头发烫得很弯。你记不记得以前这个长度都会很弯？可是你认真去想，最近那一些明星或者是那些韩国女生，很多在这里，可是其实不会很弯，是自然的，对，直的、自然的，线条感比较多一点点，我觉得蛮美的。重点是这种发型会比较适合头发多的啦。因为你头发多，这样你就不会觉得头发好像很一坨，不然有时候中长发，让你头发很多的人又如果烫卷，控制不好就会很像一个饭团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你看，如果我们剪了那些东西之后，就是如果它之后绑起来，就会是这种感觉。好，绑起来的话大概是这种感觉。那如果你自己想要绑头发，我会觉得，就算不夹卷也没有关系，就是这种感觉，所以气质感。但我还要讲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从3根开上去，不是说看起来让五官变得比较立体，会这样圈住五官。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，空气刘海这个东西还会让你看到一点点额头的皮肤，看到了额头的皮肤，你就会比较有，你知道拉长。那拉长脸就会变得比较小，然后有些人剪的太厚的刘海，那太厚刘海会造成你的皮肤只剩，就是你的脸只剩下面。那如果你是脸比较短的人，如果你的脸是比较算没下巴啦，应该不能讲脸短，就是没下巴的，看起来就会更没有下巴。加刘海几个弯给它，我还蛮喜欢刘海这样有一个弯度。如果你是用离子夹做的话，就会蛮容易做出来这样子的弯度，因为只要带过去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有这种自然的线条。夹刘海弯我有一个很大的技巧，这跟脸小有关系哦。就是很多人夹刘海的时候喜欢把尾巴夹很弯，但是我会建议你就是夹在中段，然后尾巴就稍微带过就好。
就是你不需要把尾巴夹得特别弯，因为这一段如果整个弯起来的时候，看起来会这里变一坨感觉，那一坨的时候脸就会变得比较圆圆的，所以你可以稍微带过就好，越自然越好，越自然越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整个大功告成剪完了。那大家有看到，就是这个中长发，现在就是让它有一种清新脱俗。香港懂听清新脱俗吗？懂，大概懂。就是那种仙气感，走仙气感路线。他是香港人啊，我只是怕我有些用词他听不懂，所以我要解释一下。这个刘海就是我刚刚讲的，我没有刻意的夹太弯，因为太弯的话，就是脸会变得比较圆一点点。那我会觉得它可以稍微有点塞耳后，像现在这样。就塞耳后的感觉，那其实你也可以往前放，这个感觉你就会觉得脸比较小。你看你绑起来的话，就是这一些，这个叫什么去了？碎发，对吗？就是有一些碎发的感觉，你就可以留这种碎发感，然后低马尾，留还蛮不错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绑头发，有些长的其实也可以不用绑，就有点像这样。大家也可以像这样绑头发，就掉多一点点也没有关系。重点就是我们旁边都已经给它剪起来了。他说他4年前剪过很类似的刘海，那4年前你不就16岁？对，高1的时候。那现在有像高1的样子吗？有一点。真的假的？想不到他上次这个刘海居然只是高中生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就是中间是最短的，然后你要慢慢变长。那你在遮脸的时候，你要看一下你的眼角有没有被遮住。如果你的眼角就是被遮住的话，看起来眼睛就会变小。那眼睛变小的时候，脸好像就会再变大一点点。五官是重要，脸型也是重要，但这样子的刘海绝对都是很修饰的。那你的 baby hair 跟鬓角最好真的都剪一点点出来。今天的发型就这样了。剪中长发的话，你可以考虑烫一下。如果不烫的话，直发我觉得非常漂亮。那直发的话，我就会蛮建议像这样子，有一点线条感的感觉，就会变得比较有律动感一点。我就觉得感觉还蛮不错。跳舞真的会这样吗？不是，他这样甩。哦，由此可见，这个发型好像还是不用跳舞哦，甩完就不见了。对，就是这样就不见了。要分定型意啦，这样对，要定就定起来，一定要把对铁刘海一定要把它定起来。所以这个发型就是比较清新感。那现在这个颜色，我是觉得还蛮美的。那你期待它之后褪色的样子，我觉得会还蛮不错的。因为跟他今天的打扮，我觉得还蛮搭的。如果你想要看他另外一支染头发影片的话，你可以到另外一支看。我们把它分成2部影片了，因为今天这一部的话是要跟大家说明就是刘海的重点。那如果你想要修饰脸型的话，可以像这样，就是刘海有点渐层，然后这个长度的话可以刚好修在颧骨的位置，这样子你的脸型会得到很大的修饰。那如果你是想剪刘海的，就不要害怕去剪吧。剪完之后，你绑头发塞耳后也会得到很好的效果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剪完刘海有开心的感觉。有吗？新鲜感，对，也变漂亮了啦。那如果你有想要看其他发型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处告诉我。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热舞社，好，我现在要经过热舞社教学甩头发。你说来，首先你要低头，低头，向右转到左边。好，低头，有吗？类似这样，好，那你数一个 tempo。这头会晕，对不对？有一点。可以啦。